这就是目前最强的安卓表环，补齐了我在苹果 Ultra 2上提到的一些遗憾，就是我目前最喜欢的全智能手表。大家好，我是云飞。在体验了一段时间 OPPO Watch X2 之后，我后悔没有早点买一台来做测评了。在只有 OPPO 一直坚持做安卓手表，并一直推陈出新的情况下，我此前也测过 OPPO 的2款手表，一款是 Watch 2，一款是4 Pro， 它们给了我很多惊喜，但都不如现在的 X2 来的全面完美。在体验过那么多手表的情况下，再回到 OPPO， 我发现它真的做到了媲美苹果，甚至部分超越。那么为啥能有这么高的评价？点收藏，转发给你的小伙伴。这就开始我们今天的正片。我们先来说一下外观。这一代 OPPO Watch X2 在设计上可以说是通吃型选手，带点商务办公、日常通勤、户外运动，在手上它都不违和。蓝宝石水晶镜面配上钛合金表圈，整体的质感是非常的抗打，也不容易刮花，属于那种越戴越有味的手表。它的屏幕是 1.5 英寸的 ITPO AMOLED， 分辨率是466×466，310 PPI， 配合表盘日常显示细腻不用说，最高亮度能上到2200尼特，这个在户外阳光直射下也能够看得比较清楚，而且这个息屏显示真的很像 Ultra 2的那个效果，不仅亮度跟得上，动效和细节也几乎一致，这个体验就确实很不错。它右侧保留了一个旋钮加一个实体按钮的一个组合，表冠旋钮很丝滑，没有啥阻尼，不仅能旋转切换菜单，还可以按压确认，甚至和某些表盘它都是可以交互联动的。官方这些表盘确实是下了挺多的功夫。再翻过来看背面，底部是整合了8通道心率、16通道血氧、望温等多个传感器的模块区域，实际佩戴不会有硌手感。意外的，整体的这个佩戴感觉还不错，对于习惯了佩戴手表的人来说完全没有压力。我自己日常睡觉也戴着，几乎不会有异物感，舒适度它还是挺高的。表带是这种22毫米卡扣拆卸结构，采用了双卡扣束环的一个设计，能够有效的防止多余表带松脱，这点好评。充电方面是自带一个磁吸的充电底座，使用 Type-C 接口，整体的外观设计我个人是很吃这一套的，特别是加上官方的这些表盘是真的很 nice。它搭载的是高通 W5 可穿戴平台，配合自家的 ColorOS Watch 7.0， 这一套组合在目前的安卓手表阵营里面几乎就是天花板的存在。实际操作动画过渡是非常的顺滑，操作反馈也很迅速，有种给我幻视苹果手表的感觉。更难得的是，它不仅可以和安卓手机适配的很好，还支持 iPhone， 而且功能也都没有阉割，像独立的微信、小程序、支付宝、健康检测这些核心的功能，在 iOS 上也都是全量支持的，仅有睡眠鼾声检测无法开启。而我这个是小米手机，所以它的系统级联动我这是没有了啊，其他的功能都可以很方便的开启。应用生态方面，它内置了应用商店，支持下载安装很多第三方的 APP， 不光是工具类的、生活类的，甚至还有一些小游戏可以装着玩，比如五子棋、黄金矿工这种。当然，日常的计步、心率、运动模式这些基础的功能就不用多说了。另外，像高德地图、网易云音乐、喜马拉雅这些主流的应用，它也都支持。微信很多人想要知道具体的功能，它可以正常的收发信息、发表情，可以看到图片，可以发语音、听语音，但接不了语音电话，就属于是正常的手表微信吧。而且因为是安卓系统，其实我们很方便就可以自己安装手机的应用，这个直接使用 ADB 工具即可实现。这方面会折腾的搞起来应该是很简单的。而且 OPPO 的语音助手它也进化了，接入了大模型能力。今天适合去常州的格湖公园吗？也就是说，它不仅仅是只能够听懂指令的那种语音助手，而是能够进行多轮对话，且有深度思考，一些复杂的问题也可以直接问它，基本上和手机上的助手是一个水平，这还是挺不错的。用下来我就一个感觉，处理的很细腻，像表盘设计就很细节，应用界面也有自己的特色，确实非常不错。大家反馈比较关心刷新率，它是60赫兹，配合很细节的动画，流畅度是拉满的。深耕了这么多年的全智能手表，目前来说确实就很全面了。上面外观和系统这部分我们已经看过了，接下来的这个部分真的就得重点说一下健康监测。我体验下来是觉得 OPPO Watch S2 这块是真的很强，甚至比苹果还要强。它的心率传感器、血氧传感器在准确性上和 Apple 它是差不多的，血压检测、血管硬度检测、
ECG 心电图、望温、HRV 它也都是有的，且心电图功能是拿了国家2类医疗器械认证的，准确度方面可靠性还是有保障的。有这方面需求的用户可以随时随地的方便的测试，这点还是很香。心率、血氧啥的我就不多说了，都是基础功能。它有一个60秒体检的功能，一键点开心率、血氧、HRV、血管年龄这些全部都给你测一遍，一次性搞定，一共有14项指标。咱年轻人也可以在手表上看身体的情况，这块就确实很方便。之前看055的视频，它的血管是偏硬，我这个体检下来就还是稍微放心了一点，咱还是在正常的范围里面了。咱徒步走的路，平时打的乒乓球，它还是很有用的。这个功能就确实很适合咱们这一代的年轻人，工作压力大，加班又晚，作息还不规律，特别是平时想锻炼却又一直没有时间，就缺个契机。典型的代表就是大厂打工人、自媒体博主、创业忙到飞起的朋友们，千万别以为咱们的身体就能够好到哪去啊！高血压早就不是老年人才会得的了，全球快4亿人都有，一半都不知道。它隐匿性强，等出问题往往就晚了。像我们确实就该多关心这一块，提前发现风险，及时调整。苹果那边虽然能测一部分，但都分散开了，没有这样一个集中测的入口，用起来没有这么高效。然后就是它的高血压风险评估，这个功能苹果是没有的。你只要带着这个手表连续佩戴7天，它就会在后台自动生成你的血压风险报告。完全就是无感监测，适合那种平时没空天天测血压，但又想了解自己健康趋势的用户。在 APP 里面，我们是可以看到更详细的结果，都可以一眼看到我们的数据是否正常，这点很好。另外还有夯正风险评估、AI 健康助手这些功能。而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点是，它的 APP 里面有一个竖向的时间轴，它会标注你一天的状态，从睡眠开始，你今天的一系列活动都会标在里面，也可以直接点击记录，这真的看着很舒服啊！我一直都很喜欢这类玩意儿，就比如说佳明的这个时间轴，我也很喜欢。在健康这一块，我个人感觉它不光是功能多，而且是做的挺系统的。特别是这些东西，基本上都是不需要咋设置，就等它给我们总结就好了。有点像苹果手表那种逻辑，但在检测方面又比苹果做的更多了一些功能，别说还挺有竞争力的。而运动方面，我记得当时4 Pro 就已经有了羽毛球模式了，这 X2 就更别说了。而且这次的 GPS 芯片用的是和 Apple Watch Ultra 2同款的双屏芯片，在硬件方面是很强大了。我们来看它的检测精度，一个是 GPS 的对比，一个是心率的对比。GPS 和苹果的 Ultra 2对比都开启骑行模式，我们来看一下它们的这个路线，可以看到它们这个路线基本上是保持高度一致的，且距离也和导航的路线差不多，这块是真的挺准的。而心率的准确性，我们直接和心率带来做对比。我是在跑步机上先热身，然后在乒乓球持续1个小时。我们来看一下这3者的对比，在波形图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这3者的心率都表现的高度一致，其中心率带在高点会有一些区别，而苹果的数据采样率是比较低，但平均的最大心率、最小心率以及平均心率这3者是保持了高度的一致，在心率检测准确性方面都确实挺强的。而在羽毛球模式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 OPPO S2 的数据分享确实会更全面，它能够检测挥拍速度、总的击球次数、最长的连拍、正反手、上下手等详细的数据，并在训练结束后，基于这些数据生成耐力、进攻、对抗、爆发、活跃度5维表现指数。谁不想当5边形战士呢？数据维度全面，还会生成一个羽毛球的视频，可以分享在朋友圈里面，还是挺有意思的。而另一个点就是徒步了，看我手表评测的友友们都知道啊，我是比较喜欢徒步的。之前测试就加入了地图测试，而且在徒步里面有一个绕不过去的 APP 两步路，户外徒步爱好者最常用的 APP 就是它了，获取路线啥的就确实很方便。而这次 OPPO 是直接定制了一个两步路的应用，这下获取路线啥的就很方便了，直接和两步路 APP 一同步它就有了，而且是可以直接在里面下载矢量地图、锐利图，就真的很方便。然后我们可以实际看一下使用两步路手表 APP 的一个情况。我们可以很方便的直接在两步路上搜索对应的一个轨迹行程，然后直接发送到我们的 OPPO X2 上。然后我们直接在运动的程序里面找到两步路定制的徒步，我们就可以直接在里面同步我们刚才下载好的一个轨迹路线。这个体验对比之前的那些手表来说，简直就是太方便、太便捷了啊！之后在徒步的过程中，我们就能沿着别人的路线进行行走了。得益于 X2 的续航表现，我个人认为用来徒步1-2天问题不大。
现在是不是感觉整体对比起来 Ultra 2还要更好一点了？毕竟苹果官方都没有徒步路线的功能，其他的运动我就不展开讲了，运动的种类肯定是很足的。那么接下来就是一些日常使用方面的内容了，看到这里的肯定都是对它非常感兴趣的用户了。首先还是先聊聊它的续航，在全智能模式下高频使用的话，应该是5天。我举个例子，7月30号我拿到它。到8月1号的话，它剩余电量是52%，这期间包含了下载表盘1、2次运动数据的一个记录，我个人还是很满意的。而且它还可以切换为长续航模式，也就是轻智能模式，这个时候它的续航是来到了16天，而且日常使用几乎没有啥影响，表盘也可以开启清屏显示。切换全智能模式也不需要重启，这点还是很不错的。对比苹果Ultra 2的3天续航，它的这个续航是真的令人安心。然后它也有快充，低电量下充电10分钟可以用24个小时，从零充满大概是40多分钟，还是挺快的。大家对于它肯定还会在意 eSIM 的功能，联通它开通是无压力的，电信和移动要看具体的城市，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图，我这边移动是开启不了的，当然上网我们可以直接连接 WiFi。还有个点就是 NFC 功能，然后是智能汽车。以我的比亚迪为例，它可以直接在比亚迪 APP 里面写入 NFC 卡片的一个数据，也可以在手表的比亚迪 APP 里面直接操控车机。可惜的是我这个车没有无感记录，据说 S2 上面的理想 APP 是很好用的，有没有小伙伴可以分享一下，让我羡慕一下？然后像其他的支付宝、微信支付，那肯定都是支持的，而且支付宝里面除了有付钱码，还有乘车码，你支付宝里面申请过的城市都会自动出现，这我是第一次见着，牛！然后还能收支付宝的能量，这是真方便啊！当然，支付宝碰一碰它也是有的，功能是我见过的最全的手表支付宝了。然后很多朋友也好奇能不能使用骑车导航，实际测试是可以直接使用高德导航的，并且可以切换文字视图和带地图显示的视图，这方面还是很赞的。唯一我觉得有待加强的是它的震动，虽然在系统动画的联动上面它调的是比较细腻，但个人感觉它和苹果的 Ultra 2还是有一点差距，震动的质感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区别的。总结下来，我们就知道它为啥是安卓手表里面唯一可选的，外观好看，内里强大，而且体验对比苹果手表来说只好不差。很多功能都符合国内的实际情况，像 NFC、像2步路徒步的，特别是在健康方面有自己的特色，很多功能都是苹果没有的，这点很强，而且兼容双生态，续航也更长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我对 OPPO Watch S2 全面又真诚的体验分享。总结一句话，它不仅在外观和系统上几乎已经无懈可击，更是在健康监测和运动功能上补齐了我在 Apple Watch Ultra 2上面的那些小遗憾。无感血压风险评估，一键60秒体检，康震风险预警，再加上专业级别的运动和双屏 GPS， 本质上它就是目前最强的全智能安卓手表。最后再啰嗦一句，科技最终的价值就是让我们更了解自己的身体，也更努力的去维护健康。真心建议大家在忙碌的生活里面关注自己的身体，多多运动，养成更科学、可持续的健康管理习惯。我借 OPPO 这块表的时间不长，尽量全面的给大家分享，但肯定也会有不到位的地方。用户观众们可以多多补充留言，这可以帮助我们的视频更加完善。希望可以帮助你们了解 OPPO Watch S2。确实是非常不错的一款产品。最后，如果有什么想我测的产品，也欢迎大家留言。我是云飞，那么记得点赞、收藏，那咱们下期视频再见。